林不疑呢，这次也依然是一个猛男，非常猛的猛男，有点亦正亦邪，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的意思。见到我这样的人，我立马就打110我就走了。我也挺怕观众会不喜欢的，我也不能每个戏都演飞流，是不是？我就做到我该做的。我相信就是戏下的这些努力会反哺到我戏上的。对，简单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林不疑这个角色呢。林不疑呢，这次也依然是一个猛男，然后城府非常深。的一个少年将军，他是一个就是为国为民，然后在爱方面都是很直接、很直球的一个人，但在磊落的同时，他也是一个很阴晦的人。他其实，在背地里算计了这个戏里出现过的绝大部分人物。其实刚刚听你描述来看，这个角色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这种角色，其实还挺复杂的，有点像个一枚硬币一样，就是中间那缝很窄，然后再往两边就是要么就是正，要么就是反，有点亦正亦邪，一半天使一半恶魔的意思。你觉得和以往的角色有没有什么比较突破和不同的地方呢？我觉得他比我演的所有的角色都要绝情一些，就是在他这边万物皆可抛，他就是为了复仇而活的一个人。少商真的是唯一他计划之外的一个事儿。为什么绝情呢？他到最后其实为了复仇还是把少商给抛下了，就是他也是一个又绝情又深情的人。那对于这样一个角色，会不会有点心疼他的时候？挺心疼的。然后当时拍我弑父那场戏的时候，杀我父亲的一瞬间，那个少商就要进来的，然后我跟导演说，让他晚点进来吧。我杀完他之后，给我留个15秒的表演时间，就是我对那个角色的心疼，我都留在那个空隙里了。大仇得报的那种快感和那种失落和空虚感，他在完成了人生最大的梦想的那一瞬间，又失去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，就那种大起大落，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挺心疼这个角色的。刚刚说到，就是这个15秒是自己设想的，是需要去给他一个环节的。剧本里老描述林不疑如天神一般出现在少商面前，然后林不疑阴险的盯着某个人，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个人就是其实挺极端的。我一直在找他真的柔软和脆弱的部分，这些部分如果最后能够演出来让观众 get 到，我觉得我就会比较满足吧。就这里面其实可以找到一点表演不一样的地方。对，因为作为林不疑的扮演者，我个人还是很心疼他的。虽然现实中见到这样的人，我会离得远远的。现实中不想跟这样的人走。见到我这样的人，我立马就打110我就走了。对于你来说，你觉得最折磨的一场戏，或者最耗费精力的一场戏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弑父那场戏吧。你想想，你认一个杀害自己父亲的人为父亲10几年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杀了他。这场戏其实让我压力挺大的，就一直没有准备好。就觉得怎么演不好。早上在送走我戏里的妈的时候，在霍家的祠堂，那些都是我霍家的人命，我要替这些人报仇。酝酿情绪的时候，我就上前走去看一下那个灵位，结果突然看到一个人灵位，让我一下心里特别触动。我好像中间是霍冲，也就是我真正亲生父亲的牌位，右边那个是霍无伤的牌位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其实林不疑每天跪的，他面对的是自己亲生父亲、亲生母亲，还有自己的牌位。我看那一下，一下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然后那天把白天戏排完之后，晚上那个时候我一想那个，我一下知道我该怎么演了。我感觉光听你说也是感受到这个角色这种阴险性其实还是有很大的。跟他做朋友是真的很好，跟他做敌人真的是全完了。还好林不疑长得比较帅，然后陈少商也还对他有点意思。要是陈少商就一点都不喜欢林不疑，就觉得林不疑无法理喻，那陈少商就完蛋了，因为林不疑就像一块乌云一样，永远笼罩着你。我也挺怕观众会不喜欢的，因为他其实有时候很霸道、很直接、很热烈。站在当代年轻人来看，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健康的？就有一场我就特别有意思，就是林不疑就是说啊，我现在跟你订婚了，他一大早就把全家人喊起来，就教他们防身术，练射箭的练射箭，练蹲马步的蹲马步。意思是说就是咱们就是要只有这样跟我一样，大家才能真的好。这就是他对人好的方式。我感觉他也是一种带着那种直男霸道的感觉，很直男很霸道，就也还是有一些甜的地方。他也会有改变的，就包括这场戏，也就是我觉得有改变啊。本来剧本里也是没有的，但是我自己实在是过不去这个地方。有一场戏是陈少商从别人家吃完饭回家路上马车上，然后他饿了，拿个饼出来吃，因为刚吃完饭他又要吃。然后林不疑说：“哎，你为啥要吃？”然后说：“我饿了，我想吃啊。”然后你不准吃，为什么不准吃呢？林不疑就说：“我在外征战之时，过午不食，因为就是吃太多容易睡觉。”就因为这事儿跟陈少商有一段争吵。就过了2天又见到的时候，林不疑也知道自己该做出改变，从怀里掏出来，然后掏出个饼，然后给他以后想吃就吃。他其实也在学着如何去改变。
如果完全一成不变的话，我也觉得也不是林不疑的性子，因为林不疑真的想对一个人好的时候，真的会想方设法，不管是从外界寻找方法，还是从自身寻找方法去对一个人好。如果我真的离你太近，那也是因为在下倾慕你许久，而你却对在下毫无兴趣。你倾慕我？就刚刚也聊。这个剧里面就也控制体重和健身。对，因为有场脱衣服的戏嘛。长国行之后，也没有怎么健身了，都是运动，都是骑车。其实肌肉量下去挺多的。虽然说，进了组赛练可能于事无补，但是我觉得事在人为嘛，尽力就好啊。我就做到我该做的。我相信就是戏下这些努力会反哺到我戏上。对，平常就一直坚持保持状态这样子。而且我这次的健身教练非常厉害。比如说我现在想说啊，磊磊收工了，我说谢谢大家，我走了。我现在走到房车，还没有走到房车，我手机就会收到一条信息：磊磊今天状态怎么样？就是我的教练在家里等我了。我说磊磊今天活动一下嘛，磊磊今天练腿哦，就反正只要孩子走到房车，大概也就2分钟之内，他就可以就给我发消息了，就我盯得特别准。包括这个角色嘛，还有之前一些角色都是这种比较偏成熟，经历了很多。但其实对于你现在来说，你现在才只有22岁，这会再给你自己带来什么观念上的影响吗？或者什么负担吗？负担影响啊，没办法，我也不能每个戏都演个飞流吧，是不是？我也只能这样了。而且角色也自己选的，个人就喜欢折磨自己，以此为好。现阶段我收到的本子里面，我就会比较喜欢就这种比较复杂的角色啊。这可能也是一个自己比较倾向的一个选择。我一直觉得演员和角色是有缘分的，啊，可能就是你不知道，就是我的那个他，啊，就是会什么时候来。你也不知道他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，但现在我跟林不疑相遇了，我俩就噗，我现在都是随缘了，啊，我就觉得就是看到自己喜欢就接呗，就是影响就演就完事儿了，没时间想那么多。林一阳呢是一个台球天才，因为一些年少轻狂的时候犯下的一些错误，不得不退出了台球这个行业。一直在外面让自己飘着，然后他这个人性格呢是一个比较孤傲、比较雷厉风行的一个性格。如果挑一个最明显的词儿，就是狂，他是个特别狂的人。红球你们随便摆，50球，有3次没落袋，就算50。但是他也是有狂的资本，因为他本身实力够强，方方面面也够优秀、够努力。但是他长大之后就稍微收敛了一些，就是有点既张扬但是又收敛。而且他身上有一股拧巴劲儿，但是因为变故，自己其实也是因为一时冲动，然后退出了这个行业，但一直跨不过自己自尊心那一关，去重新复出，所以他挺拧巴的。其实我一直想打球。原著里有一句台词是教练评价林一阳，说他有傲气、有骨气、有风度。我觉得这个点评同时在磊磊身上也很适用。他是一见钟情的嘛，在他表达自己的喜欢或者感情的时候，也都是就是非常非常周到。没事，我们要走3个路口。就是因为他吃过苦，所以他希望能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，把所有的甜都留给英国。你把这个龙虾肉吃了，其余的我来。他希望对方幸福，其余难做的事情可以林一阳来做。其实林一阳的浪漫不是那种我为了表现浪漫而浪漫，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在做着一些浪漫的事情。是英国让林一阳重新找到对台球这个项目的热爱。考虑过打职业比赛吗？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。其实林一阳心中一直都那把火都没有熄灭，只是他还在微弱的闪动着。是英国浇了一把油，让他的台球之火重新燃了起来。今年我赢了，我想把这场比赛送给你。
其实是英国把林一阳从小深渊里面、小低谷里面给拉了出来。我在呢。两个人都是说我们俩要变得一起更好，一直在努力为了这段爱情奔波和成长吧。是个非常成熟、非常美好、非常正确的一个爱情观。就这样子的感情也让我很感动吧，觉得很温暖，然后两个人感情也很甜啊。东星城对于他来说肯定是家嘛，那里有他最亲的人、最亲的兄弟们，包括里面所有的人，包括贺老，就对他来讲是一个无形的羁绊，就是好像是一条隐形的线，这样一直拉着他。吃点肉。因为林一阳很早就父母就走了嘛，一直是贺老给他家长一样的关爱，但是也是因为一些矛盾嘛，两个人都是性子特别直、特别倔。你走吧，京城没你这个人了。一个人说要赶紧走，一个人说那我走，然后谁也不愿意回头。到10几年后，就是在回首看的时候，才发现其实真的错过了很多，留下了很多遗憾。我不住。我记得我拍那个在洗手间里痛哭的那场戏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挺没数的。其实那时候人是木的，也不知道该怎么演，很紧张。然后导演跟我讲了一句话之后，我现在就感觉有点抓到那个感觉了。就其实跟我表演里的状态是一样的，就人一开始是木的，然后后知后觉觉得好遗憾，为什么没有早一些回去？为什么哪怕只早1天呢？林一阳的话，在个性上跟吴磊也是挺相近的，就是很执着，然后很认真。好，我们再来，要不再找一个？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有很多想法的演员，包括对一些道具啊，就他很知道什么东西就可能会对我们这段戏，然后对这个人物关系有帮助。就是蹭到了之后，然后突然拔开他，先试一下球的位置。他会有一些设计在。先上架杆，架杆不顺手换左手，怎么样？对，这个合理吗？跟磊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自己都对自己要求很高。不行，我可以。这个需要人非常的冷静，心非常静，这其实挺磨心性的。不管是他的气势啊、姿势啊，还有神态啊，都跟专业都非常接近。无论是台球领域还是爱情领域，他都是一个无微不至的男人。满分10分给他打9分吧，总觉得10分太满了，9分差不多。